诸位大头，去给兄弟们分钱。是，豪哥。豪哥呀，之前在村里的时候，我想都不敢想，咱们会有这么风光的一天。来，拿着。谢豪哥。豪哥，你脑子真好使，我是个村人，是你让我过上好日子的。从今往后，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。豪哥，让你还就干啥？我要兄弟们继续搞钱，但是我要让别人知道咱们也能活出个人样。都听豪哥的。志伟哥，不好了！兄弟，你别着急，咱俩是同村的，我肯定帮你。你爸妈被打了！张大好，你之前因为犯聚众斗殴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，现在刑满释放，出去之后好好做人，别再违法犯罪了。谢谢狱警。走吧，别回头，不吉利。豪哥，豪哥，恭喜书记！张弛伟、大头，他们是以前和我一起混日子的兄弟，入狱10年了。我本以为他们都已经把我忘了，没想到还能再认我这个大哥。来，豪哥，你别动，这是给你拍晦气呢。除一除啊，一切都好了。豪哥，当年咱们黑龙会和光头帮火拼，你为了兄弟们误杀光头帮老大，被判入狱10年，这份恩情兄弟们都记着呢。只可惜这10年兄弟们也没能混出个人样来，不能好好招待豪哥你了。有豪哥在，还担心不能出人头地吗？走，喝酒去。来，豪哥，别一个人喝闷酒啊。兄弟们，日子都过得怎么样啊？豪哥，别提了，自从你进监狱以后，咱们黑龙会就解散了。咱们这些混过社会的人啊，名声不好，也有案底。我跟好多老兄弟一样，出来找工作没人要啊，现在靠着打临时工过日子。妈的，老婆孩子都跟人跑了。是啊，咱们这些人连他们去工厂拧螺丝都被人嫌弃。操！豪哥，你说咱们这种混过社会的人，这辈子就只能这样了吗？他妈的，咱们呀，早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，也要让那些看不起咱们的人知道，咱们也一样能靠自己的努力过得很好。对，证明给他们看，活出个人样，活出个人样，来呀，活出个人样！站住！别跑！救命啊！再来一下！我跟你说，我不是。你贼长眼睛啊！让开你！啊！还我！你们给我等着！我大哥阿强是这片的老大，他不会放过你们的。现在都是什么小逼崽子呀？咱们混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断奶呢。谢谢各位大哥，谢谢你们救了我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顺手的事儿。对了，他们为什么追你啊？哦，他们都是阿强的手下。前些天我被放在公司骗着，借了高利贷，他们都是来报了催收的。这帮人真是无恶不作，他们逼死了好多人呀。是这样啊。行了，你快回家吧，免得一会儿啊他们又找过来。哎，谢谢你们。咱走吧，豪哥。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个新的搞钱的法子，咱们就拿这个什么阿强来开刀，咱这也算是为民除害了呀。哦，豪哥，咱是要去干仗啊！这干什么仗啊？啊！咱都是从里边进修过的人，都知道打打杀杀早晚有玩完的一天。咱们以后呀，要靠遵纪守法来赚钱。哦，这样，赤伟，你去打听一下，这个什么阿强，他在跟哪些放贷公司合作？咱们最近不是手头紧吗？咱明天就去找这些放贷公司借钱，咱能借多少咱就借多少。豪哥，那不还是借来的钱吗？那不还得还吗？还个屁呀还！他那是高利贷，不是有法律保护的。
我在里边都学习过，这些东西咱不算违法呀。再说了，那什么傻逼阿强要敢来找咱们催收，那咱不把他腿打断了就？浩哥，这个主意好，我明天就去查查跟阿强合作的有哪些借贷公司。明天就这么办啊，走吧。豪哥呀，你这法子真不错呀！咱们这些老兄弟，每个人都从阿强那里借到了2、3万。豪哥，咱这帮老兄弟好久没这么有钱过了。你真有本事，豪哥！来，我敬你。来，兄弟们都起来。咱们敬豪哥。兄弟们以后啊，以你啊马首是瞻，肝脑涂地。好，兄弟们不用这么客气。从今天开始，咱们以后就一块搞钱，活出个人样。听豪哥的，咱们以后一起搞钱，活出个人样。干！诸位，明天你就去注册一家金融公司，名字就叫做贪狼，再找一个便宜点的办公楼装修一下，以后就当做咱们的办公室。这些钱你先拿去用，不够了再跟我说，我就想办法。豪哥，金融公司，咱们是要搞放贷吗？没错，我发现现在缺钱的人比较多，咱们也可以开一家金融公司做放贷。只要咱们不像和阿强合作那些放贷公司一样吃相难看，把利息调整在合法范围内，逐步盈利还是可以的。行，豪哥，我听你的，这是我的钱，你先拿去用。豪哥，这是我的钱。豪哥，我的。好，咱们公司现在刚开始起步，的确需要钱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石威，你记一下哪个兄弟们出了多少，等到咱们赚钱之后，按比例分钱。行，豪哥，听你的，来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强哥，你可得替我出气啊！那帮人喊他们带头的叫豪哥，他就是故意来借高利贷的，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还钱。他妈的，我这一次亏损出去了100多万。尤其是那个豪哥，他妈的不知道从哪儿弄的假证件，从我这里还骗走了70多万。豪哥，他妈的傻逼玩意儿！是不是用那个阻挠你们讨债那人？是的，大哥，就是他。一而再，再而三的触老子眉头，操！老子就弄死他！石伟啊，这件事儿你办得挺不错。豪哥，也是啊，咱们运气好，这家公司啊，它是低价转让，公司设备都在，所以啊，咱们直接拎包入住。这样呢，咱还省一大笔装修钱。接下来，咱们张大豪是吧？最近很拉风啊，又是阻挠老子讨债，又是故意借老子钱不还，你是不是想死了？阿强是吧？我说你他妈是不是混社会把脑子混傻了呀？老子凭本事借的钱，凭什么要还呀？至于阻挠你追债嘛，你这些小弟们暴力催债催不回来，你跑来怪我呀？你他妈是不打算给老子面子了？不是老子他妈给你什么面子呀？啊，兄弟们，打！小子，吓唬老子呢！阿强是吧？你还要面子不要了？豪哥，别打！我错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错。干嘛呢？旁边站着。报头，你就是张大豪啊？就是你报的警？没错，警官，是我报的警。豪哥，你怎么还报警了？抓捕你们这些犯罪分子是我们公民应尽的义务。警官，这个就是暴力催债的阿强，已经被我们说服了，正准备投案自首呢。这
这确实是我们要抓的阿强，但是你确定他这是被你们说服投案自首的？我怎么看这个样子像是被人打了一顿。阿强，我们打你了吗？没有，我们是自愿认罪的，就换他处理。哎，你看，这阿强自己都说了，我们没打他。行，既然是这样，你们这是好事儿，我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感谢你们。好的，警官，警民合作是我们应尽的义务。走啊！诸位，大头，哎，放出消息去，就说咱们贪婪公司除了从事借贷业务外，也开始接收催债业务。阿强这个傻逼倒了，这边市场咱们就不客气了。浩哥，咱不是说这个遵纪守法吗？对啊，就是合法合规啊，但利息必须是在法律控制范围内的。这不违法怎么讨债啊？是啊，浩哥，这有点难吧？咱们总不能去跟那些老赖讲道理吧？是啊，不是谁又告诉你们讨债必须要是违法的呀？放心吧，这事儿啊，我有办法。啊？是浩哥，来贴这儿，去，往这儿拍2张。哎，走那边看看。走。请进。豪哥你好，我叫王琳琳。我叫张大豪，请坐。豪哥，我呢是一家装修公司的老板。听说你们这里有合法催收的业务。对，我们相比外面那些非法催收更靠谱、更安全。说说你的情况吧。是这样的，我呢上半年给一家叫许氏餐厅的大饭店搞装修，本来说好的装修完就给钱，结果呢装修完之后，这个老板许思维故意拖欠工程款不给，他妈的100多万呢！你要是能帮我追回来这笔工程款，我分你2成，算是感谢费，可以吧？是这样，我呢能帮你把这笔债要回来，但是分账比例得改一下。那你想怎么改？我们是一家合法的催债公司，我们靠的是脑子，所以我们要分一笔知识产权费，再加3成，55分账，你觉得如何？55分账，豪哥，你这要的也有点太多了吧？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去外面找阿强那样的人，但是如果在这个要债的过程当中出现什么问题，或者被警察抓了，那你还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呀。你考虑考虑。行吧，55分账就55分账。好，那就麻烦您在上面签个字。好的。合作愉快。出去，都出去！愣着干啥呀？倒水啊！快点的！快倒啊！各位，我是徐思维，是不是哪里得罪大家了？老板，你这人挺搞笑啊！我们是来吃饭的，你怎么会得罪我呢？怎么着，老板，来你这儿吃饭就得赶紧点菜。哎呦，我们这是下馆子呢，还是上班的？规矩真他妈多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这装修真不错呀，应该给人家结了不少装修费吧？原来是这回事啊！各位，麻烦你们回去转告王琳琳，我现在手头有点紧，等宽松一点了，我会给她结算的。徐老板，你是来说相声的吗？你也太搞笑了！我在跟你聊装修的事儿，你跟我扯什么王？谁是王琳琳啊？认不认识？你们心里清楚。还麻烦各位不要影响我做生意，不然我就要报警了。涉嫌黑社会，被抓进去是要调查审问的。哎呦，我操！徐老板，你他妈现在就报！你不报警，
你就是王八蛋！行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就报。喂，我要报警，有黑社会在许氏餐厅找我麻烦。你给我等着！干什么呢？哟，张先生，这么巧，你也在这儿吃饭？警官，我问一下，我来这里吃饭不犯法吧？吃饭，当然不犯法了。警官，他们这么多人在这里坐着，这很明显嘛，这不是黑社会是什么？哎呀，我们点菜呢，这肯定需要时间呀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来吃饭，又不是来上班的，老催什么催？操！操，吃个饭都犯法，哼！这位先生，他们在这儿除了没点菜外，有没有什么打人或者砸店的行为？这倒……他们要是没有做什么违法犯罪的事，没有证据真不好抓。他们这么多人把我的桌子占着，我怎么做生意？这还不算是黑社会吗？哎呀，这位老板，你听我说，先不说他们是不是黑社会，就说这位张先生，前一阵协助我们警方抓获了一批暴力催债的罪犯，就这一点，他就不是黑社会。你要没有别的证据，我们就说对了。警官同志，警民合作是我们应做的义务，您不要一直挂在嘴边嘛。张先生，谦虚了。那各位，你们先吃着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不是，警察你们……哎呀，服务员，水呢？你们行，王林的钱我会给他的，但是你们要给我点时间去准备。哎呦，我突然不饿了。哎呀，我困了。但是明天我会不会饿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也许我会再来一次。哎，我这肚子怎么疼了呀？吃不了了呀！哎呀，我家煤气忘关，这真该走了。不过我可不能保证我明天的记性也能这么好。哎呦，这是大事啊，这得走啊！走。哎，走。一群流氓！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哈。豪哥，这是答应你的50万，一点一点。这是答应你的50万，一点一点。王老板，我谢你，所以不用点。行，那我走了。豪哥，你可真行啊！这既没有违法，还把许思维给收拾得服服帖帖的。嗨，要不说咱豪哥脑子好使呢。这位大头，哎，你们记住，对付这种老赖流氓啊，就要比他们更老赖流氓。豪哥，我们记住了。去，把小弟都叫来，我呢要现场分这些钱。是，豪哥。豪哥。豪哥。这位大头，去给兄弟们分钱。是，豪哥。豪哥呀，之前在村里的时候，我想都不敢想，咱们会有这么风光的一天。来，拿着。谢豪哥。豪哥，你脑子真好使。我是个粗人，是你让我过上好日子的。从今往后，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。豪哥让干啥就干啥。我要兄弟们继续搞钱，但是我要让别人知道咱们也能活出个人样。都听豪哥的。志伟哥，不好了！兄弟，你别着急，咱俩是同村的，我肯定帮你。你爸妈被打了！你爸妈被打了！什么？有黑心地产老板说要拆咱们村，出价不高，大家都不同意。他雇了那个流氓王麻子，带着一帮人去咱们村子了。我帮忙打了电话，说你妈妈拒不同意，拿王麻子给的黑心拆迁款。王麻子没了耐心，把你妈妈给打了。我操！王麻子，那个小流氓，大个蛋的！咱们混的时候，他还是个小屁孩呢，现在竟然敢这么牛逼！豪哥，干他娘的！走，兄弟们，干他娘的！喂，别冲动。豪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王麻子肯定是要教训你，但是不能蛮干。诸位，带上兄弟们，咱们立刻过去，路上跟你们说办法。走。走。操！
这就是不配合拆迁的后果。你们谁敢拒绝拆迁，一样的下场。他妈！你们谁报警了？大哥，警察到村门口了，咱们先走吧，改天再收拾他。他妈的！你们给老子等着，老子马上就回来，查出谁报的警，老子我活剐了他！他妈的，这些贱民，老子要让他们知道报警的后果！操！他妈的谁呀？找死啊！王麻子，我看你还准备往哪里跑？王麻子，我看你还准备往哪里跑？是谁？我们是谁？我们是黑龙会的。王麻子，你个小瘪三儿，你敢动我父母？黑龙会不是解散了吗？解散你妈了个逼！好了，各位，呸！别打了，你如果下手太重的话，等我警察来了，也会把你带走。警察？他妈的，警察是你们叫来的？跟谁说话他妈的呢？啊！再不尊敬豪哥，我他妈还弄你！再不尊敬豪哥，我他妈还弄你！你们也是道上的，道上的规矩，道上的事道上解决，这点规矩你们都不知道吗？谁跟你是一个道上的？我们现在是合法公民，抓你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懂吗？你动一动，双手抱头。警察同志，是我们报的警，警民合作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你是贪狼公司的老板张先生？对，警官是我，咱们还在许氏餐厅见过面呢。张先生，你可真是好市民呐！上回帮我们抓住那个阿强，这次又帮我们抓住这个暴力拆迁的王麻子。等我回警局啊，一定给你申请一个锦旗。警官，您客气了，有空可以来贪狼公司喝茶。好，再走。豪哥，你这脑子也太好使了吧！这次不仅抓走了张麻子，还替我爸妈出了大气。行了，赶紧回去看看叔叔阿姨吧。明天你和大头来我办公室，我告诉你们一个更好搞钱的路子。诸位，大头，王麻子这件事倒是提醒了我，这些年拆迁的很多，而像王麻子这种暴力拆迁的，又会让很多地产老板惹上麻烦。所以我有一个想法，咱们可以成立一个合法的拆迁公司，这样的话应该会有很大的市场。行，豪哥，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。是啊，豪哥脑子好使，我们都听豪哥的。那你们把消息放出去，就说咱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合法的拆迁公司。记住，一定要强调，我们绝对不是那种涉黑性质的，而是合法。不然的话，很多地产老板会惹上麻烦。是豪哥。豪哥，这位是李氏房地产集团的总裁李佳佳。豪哥，请坐。李老板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？豪哥，我听说你这边有合法的拆迁业务是吗？是的，相比王麻子那种暴力拆迁，我们更靠谱，更安全。这也是我今天找你的原因。游兰村那片的地先前不是我们的，是千大集团的，但他们找了暴力拆迁的人，结果闹出了人命。暴力拆迁的人和千大集团老总都送进去，所以这片地才落在我们的手里。但牛兰村的合理价格应该是每平米800块钱，他们非要狮子大开口，要每平米2000块钱。豪哥，你可以帮我摆平牛兰村的这群村民吗？当然可以，但是我要每平米500块钱的利润。豪哥，你可真够贪的。不过贪狼嘛，也能理解，
只要你能帮我把事情摆平，我可以给你每平米500的利润。李老板果然是痛快人，您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办的，包您满意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你们是干什么的呀？哎，我操你妈！你怎么跟浩哥说话呢你？你就是村长刘建强吧？我来是告诉你们该搬走了。你们是李氏房地产集团派来的？我告诉你，小兔崽子，他王麻子都不敢来我们村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你妈！每家每户最低2000块钱一平，否则免谈。哼，2000块钱，格局小了。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乡亲们，今天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们，我替你们向李氏房地产集团申请，提高了拆迁款，现在每平米3000块。啊，这3000块，天价！对付牛建强这种人，可难不倒我。这可不便宜啊！3000块钱一平，这位老板，您确定我们牛栏村的拆迁款能给到我们这个数？那咱们可就说好了，一言为定，可不许反悔啊！当然，但是只有前10户是这个待遇，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报名了。哎呀，这么惨！我说这位老板，你只给我们前10户这个待遇，那你不就是让我们这些村民起意见、闹别扭？我告诉你，这招啊，在我们牛栏村不好使。只要我牛建强不点头，你就算每平给我们5000块，他们都不敢答应。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小子，你知道牛栏村的牛是怎么来的吗？这么说，你们牛氏父子在村子里地位很高了？那是当然。那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市委大头，我们走。哼。操！乡亲们，以后不管谁来，每家每户都不能低于2000块钱的拆迁款，否则谁也拆不了咱们牛栏村。以后这种故意挑拨离间的计谋，千万别有人中招，否则因为某一些人损害了我们全村的利益，我们牛家人是不会放过他们的，知道没？知道。乡亲们，我知道大家伙心里不舒服，但是啊，我们也是为了大家伙共同的利益考虑的。只有大家能够团结一心，咱们才能拿到更多、更高的拆迁款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。豪哥，人我给你带来了，这是牛栏村的阿彪，他和我的小弟啊是初中同学。牛建强不让你们轻易搬走，就是为了增加和我们谈判的筹码。等到他们拿到足够的钱之后，他就会让你们在800块钱1平米的条件下签订拆迁合同。本来这些钱都是已经跟牛建强谈好的，但是他现在突然狮子大张口，让我再多出100万，所以我想好了，不跟他合作了。你呢，是池伟小弟的初中同学，所以今天把你叫来，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。你把这些钱和村民们分了，你们先搬走，不要给牛建强当炮灰，怎么样？牛建强他们一家都是混蛋，豪哥，这钱我不能要，我要的是牛建强恶有恶报。有什么事儿啊，你就跟豪哥说，豪哥这人啊最仗义，最热心。豪哥，牛建强仗着自己是村长的身份，带着他的亲戚朋友们在村里经常欺负我们，而且千大集团的人已经出到1200块钱一平了，牛建强硬是不让我搬，挑起了这个矛盾，我叔还被他们害死了。没想到他们牛家是为了拿到更多的钱。豪哥，这钱我不能要，我要的是让他们一家恶有恶报。他妈的，牛建强他怎么能是这种混蛋呢？阿彪，这次我帮你。这样，你呢，回村里之后把他收受贿赂这件事情给村民们散播出去。凌晨时分，你让村民们到牛建强家门口，我会让大家看到他收我钱这件事情。好，到时候咱们一块儿搞垮他。豪哥，你放心，
村子里很多人对牛建祥一家人都特别不满。只要我把这个消息放出去，晚上等他收钱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抓他个现行。豪哥，那我先走了。等一下啊，咋了，豪哥？因为这个事情啊，所以说我不能再给村民们分钱了。但是这箱钱你可以拿走。豪哥，这钱我不能要，这钱你留着，一定能办大事。到时候给乡亲们多分点钱，争取一些补偿款就行。赤卫，准备干活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过去吧。好。大晚上的干什么呀？你们也听说了，村长牛建祥今天晚上要背地里收钱的事儿，村里都传开了，就在凌晨，他妈的去抓一下赃，要是抓到了，非要他好看。这个牛建强竟然把我们当他揽财的筹码，走，要他好看，走。牛建强，你的钱啊，我们都给你拿过来了。牛村长，按照约定啊，你收了我们这笔钱，可得替我们把拆迁这事儿办好了。拿钱？你们这是在……牛建强，牛建强，他妈的，果然和传闻一样，私自拿钱，怪不得千大集团都出1200块钱一瓶了，你还不让搬？牛建强，你也太欺负人了，拿我们的命当你谈判的筹码。兄弟们，他们不把咱们当人啊！就是，大伙儿听我说呀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。哎，你说个屁！你有我们这些亲戚的时候，我们说一个不了吗？但我没想到，你私底下把好处都自己拿了，一点不给我们兄弟分，去你大爷的！上！哎呦！警察来了！警察来了！马上出人命了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又是你！哼，又是你啊！这位警官，我们实在是没办法，我们负责拆迁这片村子，可这个村长他非得利用手中的权力找我们要钱，那我们只好大半夜把钱给他送过来。放你娘的狗臭屁！我什么时候找你要钱了？你不要，人家大半夜过来给你送钱。对，错了就得认。你，千大集团也给过你钱了吧？只是你不满意，所以不让我们搬。真恶心！呸！行了，我接到举报电话，村长牛建强涉嫌贪污受贿。现在看来，铁证如山啊！牛建强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，跟我们回去一趟，接受调查。警察同志，我们真的没有啊！回去再说吧，但你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。带走。人渣！牛建强，你可一定要坚强啊！去给他送到医院，等醒了继续审查。把他儿子也带走。张先生，以后遇到这样的人，要勇敢的说不，不要助长这种歪风邪气的滋生。好的，警官。乡亲们，我们也没办法，都是被牛建强逼的。现在牛建强呢，也已经被抓进去了。我们贪婪公司呢，愿意把给牛建强的钱拿出来让利给大家。我替大家申请了，现在每平方米800块钱。如果大家同意的话，现在就可以来签字。800就800，总算能落到自己手里。要是给了这个村长，到咱手里还不知道有多少呢。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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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意。啊，好，这个事儿啊，就应该这么整。就是。浩哥，听说你这件事情办得很不错，我决定从我的利润里面，每平米抽出了400块钱补给你，算是你的提成。不必。怎么了？我张大豪说了，我每平方米只要你500块钱利润，多出来的钱我不能要。
我张大豪一口唾沫一个钉，绝不食言。行，我还有很多房地产方面的朋友，明天晚上我约着他们，咱们一起在国际大饭店吃个饭吧。包厢我已经订好了，朋友四海。李老板既然想给我介绍生意，那我一定赴约。行，豪哥，那明天晚上朋友四海包厢，不见不散。不见不散。张大豪，郭丽华，宝贝，这位是谁啊？他呀，以前一个院子长大的，还追过我呢。之前啊，总请我吃早饭，还给我钱花。不过我告诉他了，我是不会喜欢一个小混混的，还是对我死缠烂打。前阵子他被抓进去监狱里面，好不容易才清静一点。这估计是刚从监狱里出来，否则早就来对我死缠烂打了。原来是一个没文化的小混子呀！小子，我叫严海义，是丽华的男朋友。我劝你以后不要觊觎我家丽华，一是你不自量力丢人，二呢，像你这种没什么文化的小混子，给不了我家丽华想要的生活。这就是我男朋友，人家呀可是海外留学回来的金融系的高材生，马上就要去贪狼公司上任了。贪狼公司？那不是我的公司吗？切！张大豪，你不会以为吹这种牛就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吧？就你，还贪狼公司？切！你跟他说这么多干什么呀？他这种没有文化的小混子啊，不吹点牛逼，拿什么吸引咱们的注意啊？否则就跟空气一样，完全透明了。我吸引他的注意力？你俩脑子有病吧？他也配？脚踩骑马失条船，拿各种好处啊！我知道之后都快把我恶心死了。亲爱的，你跟他计较那么多干什么呀？他这种人呀，就是得不到就要毁掉。还是你看得透彻，亲爱的。他这种人啊，别说结婚了，估计啊，连找个女人约会都难。小子，我要是你啊，早就滚蛋了。不像你一样，还在这死皮赖脸的留在这里，是不是不想错过面试保安工作呀？这位先生，请问你是？我是来吃饭的。吃饭？怎么可能？你知不知道这儿的包厢有多贵啊？你们那些没文化的狐朋狗友，怎么可能订得起？哼，有些人啊，为了面子，什么逼都能装。这家餐厅啊，几个月都不一定能预订出去一次，因为太贵了。今天确实有人订下了包厢，而且还是订的四海朋友包厢。四海朋友包厢？怎么了，亲爱的？这四海朋友包厢怎么了吗？这四海朋友包厢啊，在这儿的餐厅是最豪华的包厢，最低消费也得10万块。哼，怎么可能？他那些没文化的狐朋狗友，怎么可能订得起四海朋友包厢？我那些不是狐朋狗友，我的朋友是李氏集团老总李佳佳。李佳佳，李总。海义，这个李佳佳是什么很厉害的人物吗？你他妈的不是废话吗？李氏地产集团在全国都有分公司，他们在地产界那可是属于第一梯队。什么？哼，那这个张大豪肯定就是吹牛了。这种大人物怎么可能和他做朋友？他呀，连个人家提鞋都不配。啊？谁说豪哥吹牛了？我李佳佳就是他的朋友。豪哥，来这么早？谁说豪哥吹牛了？我李佳佳就是他的朋友。豪哥，来这么早？我不喜欢别人等我。豪哥的朋友不止我，还有赵老板，赵氏集团的老板，还有林老板、王老板、李老板，是地产行业的大亨，他们都是豪哥的朋友。亲爱的，这个小混混到现在还在吸引我的注意力。这些人都是你请来的演员吧？他们哪像什么大人物啊，简直就是屌丝嘛！啊，还有这个服务员，他不会也是你请来啊？你他妈的闭嘴！
亲爱的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因为他们真的是地产界的大亨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一个没文化的小混混，怎么可能认识这么多大人物？这个蠢女人，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迁怒我们严家。你比这个蠢女人倒是多了几分眼力见，不过原不原谅你，都要看豪哥的意思。豪哥，都是这个贱女人勾引我，我跟她没有任何关系。好的，好嘞。这就是你找的好男人，一有事情就把你推出来。哼，张大豪，你不就是吃这个李佳佳的软饭吗？等他腻了，你还是那个没工作的小混混。没错，豪哥确实很难找工作。看，李佳佳她都承认了，你啊，就是一个不好找工作的小混混，还说自己是什么贪狼公司的老板。哼，对啊，我说豪哥很难找工作，是因为他就是贪狼公司的老板，能让豪哥去工作的公司，应该不好找吧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不就是一个没文化的小混混，社会败类罢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啊！警官，我去你们公司找你，还带着记者一块儿。公司人说你在这儿，一进来就看到你了。警官，那你这是？你帮我们抓住阿强、牛建民、王麻子这些社会败类，专门给你送个小锦旗。你呀，是人民的榜样。警官，还好你来了，不然呢，还有人以为我是人民中的败类呢。败类？怎么可能败类？他是我们人民榜样，不仅帮我们抓住罪犯，一手创建的贪狼公司更是合法合规的好公司。豪哥，你跟这种蠢女人解释什么？走，咱们去四海朋友包厢，我特地请了这几个老板和你谈生意呢。好。警官，要一起吃点吗？啊，我就不吃了，我们还有工作，你们先忙。好。先生、女士这边请。我错过了什么？错过了什么呀？喊什么喊？吃饭不吃饭？你不吃饭滚蛋！啊！李老板，阿强和牛建民被贪婪公司的张大豪搞进苦窑里面去了，这个月的账目少了他们俩孝敬的钱，损失很大。张大豪，你搞我小弟，我也搞你小弟，这叫一报还一报。去，把他手底下那个张弛伟带来见我，我知道他这人要强，就从他开刀。你们是谁？张弛伟是吧？我们李老板有请，带走。李老板，老子他妈不认识，放给我！走。李老板，这位就是贪狼公司的张弛伟。你就是贪狼公司张大豪的手下？对，是我，怎么了？你他妈对李老板说话客气点。哎，他是我的贵宾，说话客气点儿。是。张弛伟，听说你能力很强，你肯定也想为贪狼公司做点什么。李老板，有话可以直说。我喜欢，够豪爽。把东西给他。我手下呢有大概6、7个赌场，你也知道，赌场这种生意嘛，得有人罩着。我之前找的那些人呢，都是有黑道背景，这下手没轻没重的，闹出人命，我也会跟着被影响。所以呢，我就想找一个像你们贪狼这样的公司，可以为我合法看赌场。你可以先到我的金浦赌场去看看，满意了咱们再签不迟。想必你也不想一直在你豪哥手下默默无闻。
好，我会尽快去金浦赌场看一看，稍后给你消息。好，希望我们可以合作。好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哎，我要动，自摸13幺，我运气来了！李老板，那王虎可是个狠人，搞不好他能剁了张志伟的手。剁了他也得认，别让他的小弟有错在先。这就是我们李老板英明之处啊！古人云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。”我这叫有来有往。哎呦，哇！老板好。哎呦，你好，池伟哥是吧？哎，我们老板有吩咐，你来的话，筹码你先拿着玩，熟悉一下赌场规则，方便以后照看。哦，他想的还挺周到。哎，豪哥，你找我？大头，池伟呢？他一向上班很积极，今天都这个点了，今天他人呢？嗨，豪哥，池伟那小子估计是昨天晚上喝酒了，还没醒酒呢吧？那好吧，那今天他的活你来干啊。好的，豪哥，那我先撤了。张池伟，你欠我赌场的200万，你怎么还啊？王虎，哄我，这是你拿钱给我的筹码，让我熟悉赌场规则。你知道我大哥是谁吗？嘿你，我小弟跟我说是你要提前拿钱的。还有，你大哥是谁啊？贪狼公司的张大豪。张大豪？贪狼公司的张大豪，就是那个最近比较出名的贪狼。知道错了，你现在放了我，老子还可以既往不咎。我可以放你，但是你得在贪狼跟前给我美言几句。那就看你表现了。你不提贪狼，不提张大豪，或许我还可以放了你。把贪狼和张大豪放到明面上，我不但不放了你，还要废了你的手，否则让别人以为我怕他张大豪不成。王虎，你他妈敢！敢你大爷！去把照片洗出来，送给张大豪，让他过来拿钱赎人。是。兄弟们，今天把大家都叫过来呢，没什么别的事儿，就是咱们好久没像之前一样出来吃饭了。是啊，豪哥。不过我现在真的是很佩服你，咱们呢不仅在借贷业务上风生水起，还承担了那么多的讨债业务，甚至是新谈下来的拆迁业务。豪哥这脑子呀是真好使唤。豪哥，现在咱们贪狼公司这些小弟们都什么小弟？是员工。咱们贪狼公司现在是一家合法的正经公司。对对对，哎呦，你看我这脑子，咱们现在可不是那些流氓混子了，咱们现在是正经人。好了，吃。那个大头，你联系上池伟没有？这都睡一天了，让他赶紧过来，再不来他喜欢吃大腰子，都被吃完了。豪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就池伟那小子呀，有时候喝多了能睡1天1夜呢。你是没见过他那……不好了，干嘛呀，慌慌张张的？豪哥，池伟大哥在金浦赌场上欠了钱，王虎他把池伟哥的手给废了，还拍了照片送来，他还放出话来，让你带着钱去赎池伟哥，否则下次王虎打的就池伟哥的头了。他妈的，王虎这些年
靠着给别人看场子，才拉了110号人，现在居然敢这么嚣张！咱们当年黑龙会赛的时候，他算个屁呀！王虎，你他妈敢废了我兄弟的手，他妈老子废了你！兄弟们，给我灭了他！都给我坐下！豪哥，这位兄弟根本就不是那种嗜赌的人，他这明显是被那王虎做局了。大头，你我都是进去进修过的人，还想再进去吗？豪哥，我就算是去进修，我他妈就算是挨枪子儿，我他妈今天也要灭了那王虎！你他妈给我冷静点儿！哎，别生气，大头哥他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大头，石伟是你的兄弟，也是我兄弟，这事儿我会扛，这个仇我也一定要报。豪哥，你去黑市弄一把枪，带转轮的，我要近距离开枪，威力最大的那种，我他妈要轰开王虎的脑袋！来，我今天是来找王虎的，其他人都给老子滚开，否则的话，别杀我！小子，你他妈拿把破转轮吓唬谁呢？不想死的就滚开，否则的话，我就杀光你们。今天我带了100发子弹，管够。带我去见王虎。哦，我这就带你去见虎哥。不对，呸，王虎。陈伟，王虎，你他妈的老子弄死你！哎，哎，我他妈以为你有种呢，咋了？害怕了？豪哥，哎，哟，豪哥，怎么样？带钱了吗？王虎，光有酒喝，有烟吗？不够爽啊！哼，豪哥，你的小弟在我这收了钱，不给钱，这事儿办的有点不地道啊！你他妈放屁！明明是你诬陷我！王虎，你他妈下手可真重！豪哥，没办法呀，咱们干的这些事儿也不全是给自己看的，是给外边人看的，要不难以服众啊。豪哥，你也混过黑社会，应该懂规矩吧？哼，豪哥，你这次带人过来，不只是耀武扬威吧？如果你没带钱过来，我可不保证你这个兄弟不继续受罪。王虎，你你大头啊，我忍你好久了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王虎，我知道你现在混到这个地步是有本事的，但我觉得今天这个事儿，让小的们来流血，不太合适吧？这样吧，咱俩赌一把，你赢的话，石伟欠你的钱我还，而且连我你一起处置。要是我赢了，石伟我带走。咱俩赌一把，你赢的话，石伟欠你的钱我还，而且连我你一起处置。要是我赢了，石伟我带走。豪哥，你这个人我不喜欢。你兄弟欠我200万，你要是输了，你给我500万。好，豪哥，你说怎么比？
怎么，豪哥？你吓唬我！王虎，现在这把枪里就只剩下1颗子弹，直到一个人中枪倒地或者投降为止。你觉得怎么样？直到一个人中枪倒地或者投降为止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赌命啊！对，我王虎不是靠运气，是我王虎不怕死。该你了。豪哥，看来死神也不喜欢我。豪哥，看来死神也不喜欢我呀。虎哥，这次又该你了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这一次你有1/3的机会，轰开你的脑袋。豪哥，我善意的提醒你一句，现在有1/2的机会，会把他打响的。我操！虎哥，又该到你了。不过这一次啊，看来我是赢定了。你现在只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向我投降；第二，体面的死去。拿着。豪哥，我错了。豪哥，这局你赢了。呸！怂蛋！虎哥，你别说啊，你这个样子才更接地气。虎哥，先前那种太端着了，跟个258万似的，看着特别不自然，是不是兄弟们？豪哥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，我现在就把张赤伟给放了。你们快把赤伟兄弟给放了！张赤伟给放了！你们快把赤伟兄弟给放了！你们还等什么？快点啊！哎呦，你们这些人不讲义气！我平时是怎么对你们的？你们这些人不讲义气个屁！你个怂包蛋，也配做我们老大？锤死你个鳖孙！你个怂包蛋，你也配！他们说的没错，王虎，你不配做老大。老大，饶命啊！老大，拖走！饶命，老大！老大！嗯。把张赤伟放了吧。赤伟，没事吧？王虎他个王八蛋，凭他还伤不了我，但是没意思，他这个按摩力道太轻了。多谢了。阿豪，这个事儿你做的不太地道。
你小弟到我赌场输了200万，你今天来不是来还钱的，你是来跟我这小弟赌命的，啊？我的人跟你赌输了，我的小弟跟你赌输了，我认。但这个事儿，你做的不地道，不地道！你们合起伙来坑我，你现在还……李老板，我听说过你手下有7、8个赌场，小弟也有几百号，在道上算个响当当的人物。今天这件事儿，是我做的不地道。这样，这卡里有400万，200万是我兄弟欠的钱，剩下200万，算是我给你赔礼道歉，可以吗？李山河这种人，还是尽量不招惹的好。阿豪，王虎跟你赌输了，我认，这笔账一笔勾销。至于道歉嘛，不用，以后你每个月给我10万。好家伙，这是打算直接收编我呀？李老板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是正经生意人，不是混黑社会的。李老板如果真的有什么正经生意跟我合作的话，我欢迎，钱我留下，要不要随你。李老板，就这么放他们走了吗？在这边动手不合规矩，但是我跟阿豪算是开始了。那个李山河是老江湖了，咱们得罪了他，会不会……哎，你怕什么？咱们是合法生意人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啊。那，给你买的水果。浩哥，这次多谢你了，我以后一定……行了，咱们都是兄弟，以后再说这话我就生气了啊！吃你的吧！哎，大头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找豪哥给我报销上个月差旅费。行，赤伟，你先休息着，我跟大头出去商量点事儿。哦，好，你们先忙，等会儿过来啊，咱们再喝点。豪哥，出大事了！豪哥，出大事了！咱们负责拆迁的那些地方，突然冒出很多打手，他们不让那些村民拆迁，谁要是拆迁，他们就打谁，往死里打那种。现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办法继续进行，那些大老板对此事都很生气，一个个都和咱们解除合作。豪哥，这些人肯定是李山河的小弟，他们敢这么和咱们对着干，咱们和他开战吧！豪哥，那些借了咱们钱的人，现在就是故意不还，咱们能上门讨债，还有其他的人出来保护他们。豪哥，出大事了！物业把咱们公司电给停了。他妈的，问他们原因，他们说电路检修，这分明他们是针对咱们呀！豪哥，他们说电路检修，这分明他们是针对咱们呀！豪哥，豪哥，这事儿肯定是李山河那个臭傻逼干的，开战吧！大头，咱们兄弟几个走到现在，可千万不能走回头路啊！豪哥，现在是李山河他们找咱麻烦，不是咱们去找他们麻烦。我的意思是，咱们要动脑子想一想。你呢，去查查李山河名下都有哪些产业。我嘛，去找一位老熟人了。豪哥，你说你脑子里有主意了，也不给兄弟们说一声。豪哥，你脑子好使，你就说怎么干，兄弟们都听你的。行了，去办吧。好嘞，豪哥。你们俩去给财务部打电话，说给兄弟们预支2个月的工资，然后告诉兄弟们这2个月不用来上班了，在家歇着就行。是。李山河，咱们
这就算是开战。明白明白，警官，我真的是想好好老老实实做生意。你说你李山河这个样子，我也很难办呀。张先生，你先别着急，你的心情我们非常理解。李山河也是我们一直想要抓的一个犯罪头目啊，但这个人很谨慎，我们一直也没有机会。哪怕是他现在对你的所作所为，也上升不到犯罪的高度，我们也无能为力，除非什么啊？除非你在他犯罪的过程中把他抓捕。我们警察能说的也只有这么多了。行。到时候啊，咱们就照着这个方法办，李山河肯定会难受的。要不说呀，还是豪哥脑子好使啊！这招确实够毒。豪哥，你放心吧，这李山河惹到咱们，他算是踢到铁板了。没错，豪哥，这个李山河肯定会后悔跟咱作对。大头说你们几个手里面比较缺钱，所以今天把你们喊过来。明天我们去大黄村进行拆迁，只要你们假装积极配合就行。到时候每个人10万块。只要你们积极配合，这些钱全部都是你们的。另外，我还听说有人在大黄村放下狠话，说谁要敢配合拆迁就教训谁。你们放心，有我们这群人在，没有人敢动你们。放心，来。谢谢豪哥，谢谢豪哥。早就该同意拆迁了。他妈的，那么多钱，不同意干什么？那天一下吓唬，村里边根本没有人敢提拆迁这个事儿。来干，一下子得了那么多钱，真的是，来干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是谁？我们是谁？我们是你们爹！他妈的，竟然敢接受拆迁！兄弟们，收拾他们！住手！这些村民都是我的朋友，你们凭什么打他们？张得好，你们是故意设套来坑我们！你们现在打人的证据已经在我手里了，如果你们乖乖等警察来的话，还能免受一些皮肉之苦。我等你妈！警官，我们是为了保护这些乡亲们，所以才和他们动手的。那这些人殴打乡亲们的证据，你们啊，算见义勇为，回来给你们一人发一个小锦旗。警官，同样都是打架，凭什么送他们小锦旗呢？过来，来，到所里我再告诉你。带走。喂，你，我尼玛！兄弟们，给我干！住手！警官，我们来这里玩，就是因为出手慢了点儿，他们就来动手打我们。我们是为了自保，所以才动手的。不信啊，你可以看看那个监控。那这么说，你们是保护自己了？这不算违法。我倒是怀疑赌场违法经营。什么？警官，你们这也太偏心了吧！带走。张大豪，你不按套路出牌，你他妈的跟警察合作！
李老板，你不要生气，这个张大豪鬼点子特别多，所以只要把他干掉，贪婪公司很快就会土崩瓦解。听你的意思，你有办法对付张大豪？李老板，听说这个张大豪他将会在后天去照壁山上给祖先上坟，到时候，有点意思。把老莫叫过来。好。李老板，这就是老莫。哎，老莫，坐。老莫，你名声在外，如雷贯耳。听说你10几年从未失过手，死在你手上的人没有100也有80了吧？李老板，我只认钱。我有钱，还有我很贵的啊，1条人命1000万。老莫，这是1000万，我可以先给你，你要去帮我杀一个叫张大豪的人。哎，明天中午张大豪会去照壁山去祭祖。可以。明天拿不下张大豪的人头，我老莫回来任你处置。哎，张大豪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大头，你们几个在这等我就行，我自己去上坟。好的，豪哥。哼，你是谁？杀你的人！大头，大头，快来救我！豪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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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害死豪哥！兄弟们，追上来砍死他！豪哥，你没事吧？豪哥，豪哥，豪哥，起来吧，豪哥，那小子走远了，豪哥。大头，我演技还可以吧？豪哥，我刚才真哭了，你信不信？大头，你这人入戏也太深了吧？豪哥，我骗你的，你还真信呢？别废话，赶紧说正事儿，拿出来啊！费老鼻子劲，好不容易把那东西放到口袋里的。豪哥，灵着呢，咱赶紧进行下一个计划吧。就按咱们的计划行事。李老板，老莫回来了。张大豪，这就是你跟我作对的下场。老莫，这件事做得漂亮，回头给你加钱啊！李老板，我老莫说话算话，一个吐沫一个钉，说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。再见。哟，老莫，你还没走啊？不好意思，我来早了。张大豪，你他妈不死了吗？这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这怎么回事。哦，我能证明这件事啊，跟老莫没有关系。是啊，老莫根本没有故意带我们来，是我们自己找的。我操！老莫，你他妈去死！李老板，你也有这么狼狈的一天啊！张大豪，自古以来成王败寇，要杀要剐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李老板，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我是一个合法的生意人，所以我并不会对你怎么样。头头，
刚才都拍下来了吧？兄弟们，就在刚刚，在我们眼前发生了一起凶杀案，而且还被我们用 DV 机给拍下来了。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豪哥，这还用说吗？当然是报警了。张大豪，你他妈做事不地道啊！张大豪，你做事不地道啊！李山河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池伟那件事就他妈是你干的。对，就是我干的。张大豪，你要是有本事，就拿那个枪来，把我脑袋崩了！你别把我交给警察呀！李老板，你不用用这种激将法来激我，我只会把你交给法律。而且我也知道这几年你干的事儿，法律也不会给你留活路。张大豪，有你的！警官，这里是李善和杀人的证据，都被我录下来了。李善和是我们要抓捕的对象，现在有了这证据，我们就可以把他绳之以法了。倒是你，张先生，又帮了我们警局这么大的忙，下一次我一定再给你发一个大锦旗。客气了，警官，紧密合作，带走，一直都是我们的义务嘛。等会儿。豪哥，你们这也忒不地道了！对付李山河怎么不叫我？哎，得了吧，赤伟，你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！那浩哥不是为了照顾你吗？你当时受伤那么严重，不得以休息为主啊！不过浩哥，自从这李山河进去之后啊，他那些小弟就树倒猢狲散了，现在有好多都要加入咱们贪狼公司。大头，你去查一下，看看他们有没有违法犯罪的。没有的话，咱们就收。而且现在贪狼公司是越来越大了，咱们是时候思考一下，拓展一下新的业务。对了，浩哥，西区的那个酒吧你知道吗？西大街的酒吧？对，西大街的酒吧呀，地理位置很好，客流量也大，但是它处在闹市中心，地痞流氓特别多，谁来都想收保护费。这老板吧，怕赔钱，所以啊，索性就把他挂出去，想卖一个好价钱。但是情况咱也知道，事情比较棘手，所以一直没有接手。我的意思，豪哥，就是咱们现在兵强马壮，咱们可以收回来。浩哥，池伟的这个可以啊。行，就听你的。这位，赶紧去联系那个酒吧老板，告诉他说，咱们贪狼公司愿意出钱收购他的酒吧。行，豪哥，没问题。咱们贪狼公司愿意出钱收购他的酒吧。行，豪哥，没问题。豪哥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要不要一起留下来吃个饭？哎，不用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那我就不多留你了。好嘞。浩哥，刚才收编的那些不对，员工们，我让他们在外面等着了，不然全进来就跟闹事儿似的。我现在去叫他们过来，给他们安排工作吧。大头，你最近长进不少啊，有进步，你做的非常对。从今天开始啊，咱们就是合法的生意人，要把之前那种打打杀杀的匪气给改掉，做事情就要像今天一样，多思考一些，文明一些。嗨，那都不是豪哥教的好吗？豪哥，我现在就去叫他们吧。去吧。好。干嘛呢？豪哥，慌慌张张的。豪哥，外面有几个流氓来收保护费了。赤伟，还真有人敢来收咱们的保护费啊！豪哥，咱们呀就好好的给他交一交保护费。走。哎。听说你们酒吧换新老板了，去，把你们新老板叫过来，该交保护费了。多大了？晚上几点下班？跟哥喝点儿。啊？小兄弟，你是来收保护费的吧？你就是酒吧新老板啊？兄弟们没钱花了。
搞点莲花钱花花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贪婪公司？以后这家酒吧呀就被贪婪公司接手了。你们呢，要是有本事的话……我操！你他妈吓唬谁呢？我他妈还贪吃蛇公司呢！我黄蛇、红蛇、蓝蛇，我们贪吃蛇公司的，怎么样？怕不怕？还不赶紧交保护费？我们贪吃蛇公司的，怎么样？怕不怕？还不赶紧交保护费？小黄毛，玩笑归玩笑，你可不行拿贪婪公司说事儿。你他妈吓唬谁呢？信不信把你手给剁了？哎呦，豪哥，你看现在这小年轻多嚣张啊！我记得当年王虎也不敢真的把我手剁了吧？小朋友，赶紧回家吃饭啊！不要在这里模仿什么古惑仔了。你们要是没钱的话，我现在给你钱打车回去，好不好？我操！你他妈拿我当傻子呢？叫人！怎么样？信不信他们一人给你一下，打得你找不着家呀？老子他妈给你脸了是吧？怎么着？老子他妈给你脸了是吧？怎么着？谁敢动我豪哥？啊？给你脸了是吧？我错了哥，我再也不敢收保护费了。我可以交保护费行吗？你给我交什么保护费？我是一个合法的商人。不过呢，我现在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你呀，带着你这些小兄弟们，到附近的警察局，把你们干过的所有违法犯罪的事情，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。哦，不愿意？那我也不介意把你们几个教训一顿，然后再把你们给送进去。那我也不介意把你们几个教训一顿，然后再把你们给送进去。豪哥跟你说话呢，聋了，赶紧的，表个态，是你自己去，还是我们打你一顿给你送去？我去，我这就去。那就赶紧去。走，大头，你带着这几个兄弟跟着他们，看着他们进到警察局之后再回来。哎，放心吧，豪哥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走。赤卫，哎，你就给这几个新来的兄弟安排下工作。好。哎，张大好，真是你啊！凯文，咱们初中毕业之后多少年没见了？是啊，这都多少年过去了。巧了，咱们老同学现在就在 A19包厢唱歌呢，要不一块过去，大家一起聚一聚？我就不去了，我还有事呢。张大豪，你不会记大家仇吧？张大豪，你不会记大家仇吧？不是凯文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大家和你有点小摩擦，你记大家的仇了是不是？那倒没有，这都多少年过去了，咱们之前是铁子，又是初中同学，这点小事我是不会记仇的。那还等啥呢？大家都在等着呢。不是，我这真有事。大家看，我把谁给你们带来了？张大豪，你们一定感到很意外吧？刚才我去上厕所，碰见张大豪，我刚才的表情跟你们现在一样。季永凯、李晶晶，最近你们还好吗？我们过得挺好的。大豪，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我可是听说你蹲了几年监狱啊，真的假的？我可是听说你蹲了几年监狱啊，真的假的？张大豪，你蹲监狱这件事情，同学们可是都知道了，大家都很担心你呢。毕竟你蹲监狱出来，再想找一份工作，可就没那么好找了。现在的用人单位都要提交无犯罪证明，有案底的人啊，难啊。我之前确实蹲过几次监狱，不过确实不需要工作，因为我本身就是老板啊。张大豪，没想到这么久过去了，你还是这么喜欢装逼啊！你们家没钱没势的，就你这样的当老板？就是，你这么虚荣，我们反而觉得你很装。
算了算了，都是同学，不如你就去季文凯家的厂里上班。静静，你这个提议好。季文凯他家有个大酒厂，我听说很多酒吧都在和他酒厂合作。张大豪，赶紧敬季文凯一杯，让他好好给你安排安排。大豪，你呢？或者说可能确实是个小个体户啥的，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，你还不如来我们家厂里上班呢。哎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个门岗当当，一个月给你开6000块，怎么样？谢谢各位，不过我真的不需要这份工作。张大豪，大家都是老同学，想拉你一把，你怎么还上纲上线了？哎呀，有些人，别人想拉他都找不到手在哪儿。他要真这么有本事的话，能去找张弛伟也行啊。张弛伟，静静，你说的是贪狼公司的张弛伟？没错。贪狼公司要这种有案底的人。贪狼公司的张弛伟是贪狼公司2把手，我男朋友认识他，我也见过他。要是真这么有本事，能攀上张弛伟，能去贪狼公司上班也行。但是他这么虚荣，我估计是悬。林静静，如果你真的认识张弛伟的话，那你不应该不认识我呀。你是谁？我为什么要认识你啊？你不会想说你是张弛伟的大哥，是贪狼公司的老总吧？我的确是张弛伟的大哥，贪狼公司就是我的。大家当你是老同学，你装什么逼呢？阿豪，上初中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你太装逼，所以才会一块欺负你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这臭样子。还以为是温馨的同学聚会，原来是喊我来欺负我玩呢。各位，你们在这慢慢玩，今天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张大豪，你确定不给老同学面子吗？让他走，一个劳改犯，给他机会他也不中用。难道一个劳改犯就应该被别人看不起吗？难道一个劳改犯就应该被别人看不起吗？怎么了？说你劳改犯怎么了？看不起你又怎么了？有本事你拿出来，让我们看得起你啊！就是有本事拿实力出来说话，别没事在这乱叫。你以为你家有个酒厂，你就很了不起了吗？阿豪，你这是自己家里没有酒厂，所以才这么说的吧？没错呀，我们家是有个酒厂啊，所以我才这么了不起呀。不服气，你也有一个呀？哟，小摇人啊！行，我在这儿等着，我看你能摇过来谁。豪哥，怎么了？张大豪啊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让人配合你装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张大豪，不，豪哥，李静静，你他妈犯什么神经病啊？这他妈真是贪狼公司的弛伟哥！什么？这他妈真是贪狼公司的弛伟哥！什么？就他是贪狼公司老总？我见过弛哥，这不会是假的。就算你是贪狼公司的老总又怎么样？我们家有大酒厂，论财力，我不输你。你要不提醒我，我就忘了，差点忘了高夸你引以为傲的东西。志伟，放话出去，以后有谁再敢跟他家的酒厂合作，就搞垮他的店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豪哥。你说搞垮我们家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们家那么大酒厂，你说搞垮就搞垮。金文凯，你可能对贪婪公司大概不是太了解，李山河你们都知道吧？不照样是被我扳倒了？如果我放这话出去，你觉得有谁敢跟你家酒厂合作？混蛋！你在外边得罪谁了？李老板这个后门合作忽然取消了，哪怕支付违约金，人家也不继续了。混蛋！你在外边得罪谁了？李老板这个后门合作忽然取消了，
哪怕支付违约金，人家也不继续了。他妈的，王老板给我发短信说取消合作了啊，又来短信了。这次是张老板，你个臭小子，你在哪里？我只有去找你，我要打死你！你把咱家的酒厂给糟蹋没了，你知道不？全完了。豪哥，你别跟我们一般见识，这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豪哥，都是误会，豪哥都是误会。你们不说咱们是初中同学，我差点都忘了。放心吧，今天这件事啊，我并不会怎么样。石伟啊，帮我还回来就好。豪哥，慢走，给我上啊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，别打了！豪哥，你这新办公室不错呀。业务需要吗？豪哥，听说你不仅收编了李山和大胖小弟，还把西大街酒吧给盘下来了，加上贪狼部分业务，你现在可是风光无限呀！你这次来不只是为了夸我吧？你这次来不只是为了夸我吧？我是来给你送请柬的。请柬？是你的吗？那倒不是，是我闺蜜的。不是你给我干嘛？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参加我闺蜜的婚礼。一来呢，我就有个男伴；二来，我闺蜜的老公是地产行业的大老板，你和我一起去，没准可以认识更多的老板，有更多赚钱机会。好啊，我对赚钱感兴趣，现在啊，只想搞钱。哦，对了，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去当你这个男伴啊？你来你的就好了，该告诉你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你。哦，对了，明天上午11点半，城东大饭店见。豪哥，我闺蜜跟她老公的爱情故事，可浪漫了。佳佳，我现在不想听什么浪漫故事，我现在只想赚钱。你说来这里会有赚钱的机会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机会？豪哥，你情商真低。那行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但是等你赚钱以后，必须要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我还没想好，等想好再和你说。但是我可以保证，肯定不是违法犯罪，也不是让你昧着良心的事情。可以啊。我们过去吧。啊，万大夫，这就是我常跟你提的豪哥。好。好，你好，万先生。万大夫可是全国都排得上名的万兴地产公司的老总。这次结婚的男人是他一位老友的儿子，不然你可见不到他呢。佳佳还是这么会夸人，实话实说罢了。那行，好，婚礼结束，找个干净的地方，我想和你谈一笔生意。好的，万先生。好，你的名声在外面我可是都听说了，李山河这种老江湖都被你毫发无伤的给送进去，万某佩服。能扳倒李山河全靠运气。好，你这种年轻人有能力还低调，我喜欢。是这样，马上你们这里要对外开放一些土地。常言道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我告诉你，这块土地不好拍啊，而且就算是能拍到，也不好实施拆迁这些。但是，这些土地我有内部消息，未来的价值翻，最起码10倍啊！所以
我想和你这个地头蛇合作，我出资，你出你的能力，咱们一起把这块地拿下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虽然说万先生是猛龙，但猛龙不过江。豪哥，这是一次机会，因为万先生的消息很准确。万先生，我可以和你合作，但是呢，我有一个要求。哦，什么要求？这块土地的价值超过了5个亿，我没有那么多的资金，所以我可能需要向您寻求帮助。但是我没打算让您全部出这笔钱，我呢，和佳佳还能凑出2个亿的现金来，剩下3个亿您出，到时候我们一起赚，按比例分的钱，怎么样？如果让万大夫这种猛龙出大头，后面分钱的时候，搞不好会被拿捏。毕竟他是条猛龙，我和李佳佳能凑多少是多少。有这个比例，即便他是条过江龙，也没办法不认后面分钱的比例。阿豪，这种时候你还能想起你的推荐人李佳佳？你也不让我完全出资，你自己要出一部分资啊！这证明你是一个不贪小便宜的人。你这种人，我很欣赏。阿豪，我答应了。合作愉快。哈哈，来，咱们合作愉快。豪哥，谢谢你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豪哥，西边那块地皮已经办得差不多了。豪哥，这次参加地皮拍卖会的人，所有名单都在这里。赤伟，这次就是和咱们竞争地皮的人，按我刚才说的，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次就是和咱们竞争地皮的人，按我刚才说的，知道该怎么办。行，豪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大头，你也一起去，万无一失。万先生，这是我拍下来的土地许可证。哈哈哈哈哈！阿豪，我都听说了，你小子给那些人放出话，谁要是敢和你争，你就让他们的生意做不成。他们竟然真的没一个人再敢和你争。这些啊，都多亏了豪哥，这些日子把阿强、牛建强、李山河送了进去。还完成了在外人看来很难的拆迁工作，甚至从老外手里合法的讨债。总之，豪哥在这里，没有人愿意和他为敌。李老板，过奖了。哈哈哈哈！阿豪，你这个人实在是太低调了。行，我这就去找我的关系，咱们开始对这片地进行开发。好，万先生，拆迁的问题以及这里的问题由我来解决。别忘了，我也是合伙股东之一，出资方面也算我一份。哈哈哈哈哈！行，咱们3个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交代你们2个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豪哥，都办妥了。从李山河那边收编过来的小弟啊，不是员工，都已经在咱们收编的工地上干活了。豪哥，咱们贪狼公司现在已经有几千个员工了，这业务是越做越大，涵盖了房地产贷款、合理讨债、合理拆迁、酒吧，甚至是房地产。咱们这帮兄弟啊，做梦都没想到咱能这样。以前啊，我还以为咱们会浑浑噩噩的过一辈子。可是没想到啊，咱们现在也是成功人士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们现在不只是成功人士，还是好人。我们现在不只是成功人士，还是好人。回去再说吧，但你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。带走。我去你们公司找你，还带着记者一块儿。公司人说你在这儿，一进来就看到你了。警官，那你这是？你帮我们抓住阿强、牛建民、王麻子这些受贿败类，专门给你送个小锦旗。
你呀是人民的榜样，正经的好人，被好人认证过的好人。对，没错，咱们现在啊也是被好人认证过的好人。豪哥，咱们以后也能挺直腰杆做人，也能活出个人样来。李老板，你得等我先通知豪哥才能进来啊。我进来需要这么麻烦吗？豪哥，你不是说等挣到钱了，答应我一件事情？是啊，不违法犯罪，不昧着良心。是，不违法犯罪，不昧着良心，我记得。你说吧，想让我帮你做什么？和我谈恋爱。我喜欢你。这……哎呀，豪哥，你还犹豫啥嘛？你打算打一辈子老光棍啊？就是啊，豪哥，快答应啊！